不得触步行走，违者立斩。都头，我混出去看看情形吧。老实待着。 师傅，这是哪个营头的兵？上，就地格杀！大帅，内外皆已就位，不曾有异动。本帅不爱杀人。学文，在。你去求见江宁秦淮社大东主李元清，就跟他说，当年周中欠债的故人相邀，请他一步出来说话。欠债的故人，你家郎君真的是如此说的？东主明鉴，一字不差。从不曾听说过谁家债主要屈尊去见欠债的。如果你家郎君当真有心，便劳请他这个欠债的屈尊来见我这个债主。此人也忒无礼，这明摆的是窝藏祸心呢。大帅，你乃一军之主，断不可轻刀显地呀。 他身边有多少人？只有一个身材健壮的汉子。当年郎君在船上也曾见过他。安元说的也有理。那我自家也去见他。大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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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万万不可呀！大帅，大帅，不可啊！大帅，这儿的兵权交给你。天亮之後，若我還沒有出來，即刻進剿。 若到時候我死了，便替我報仇；若我還活着，便先殺了我。我錢弘處斷然不做質子。大帥，你們都先退下。元清兄。 錢弘處在此，請賜一劍。你在此候着，用不了多少時辰。諾。你也出去候着吧。 還是這般不愛講話。汴梁一別，九郎君倒是無恙。元清兄此來，究竟帶了多少人啊？10萬大軍，九郎信嗎？當年都不會信，更何況今日？3000甲士，九郎信嗎？當年或許會信，可今日不信。 500老卒呢？九郎信嗎？信。這些人現下何處？你到此處來找我，便是為了此事。伯夷吾乃王都擊府最為繁華生息之地，弘處不願看到此處受了刀兵之災。弘處是來議和的。 議和，為你我，為南唐，亦為吳越。
我雖行走於南北，卻並無古之行人出使帝盟之權。元清兄受命於誰啊？是皇太帝還是潤州的燕王？這倒真是交淺言深啊。福州之戰，俘獲南唐將卒12000有余，生擒枢密副使查文輝。若迎其還鄉，不論是在皇太帝還是燕王面前，都是一樁大人情、大功勞。貴國列祖皇帝時，你我兩國和睦，近10年來不曾有大戰。如今，貴國天子御疾以來，大戰3場，千人之戰12場，我吳越軍民亦有不少被掳去貴國。若能達成和議，使唐人歸唐，吳越人歸吳越，兩國就此罢兵，也算是元清兄和洪處的一件大功德吧。九郎打的可是好算計，和議之事，乃是兩國之事。九郎算準了，只要提出和議，元清是萬萬不敢做主的，勢必會請示江寧朝堂與陛下。這一來一回，沒有個3、5日，是不可能說清楚的。而吳越今夜之危，卻不可能拖個3、5日。九郎此意一出，無論和議之論是真是假，至少今天夜裡，元清是萬萬不能出手的了。正是如此。元清兄若看重的是个人富貴，那自然可以當作從未聽過洪處講的這番話。可若元清兄心中尚有家國之念，那今夜勢必要偃旗息鼓了。九郎何以如此篤定？你元清不在乎個人富貴？元清兄看重的是個人富貴啊，那更好辦。我吳越台州刺史之職已缺至半年之久，我願親書表彰，奏與當今大王，保薦元清兄為台州刺史，知本州事。時間過得可真快呀！昔年周中頑童，如今已成國家柱石之臣，吳越前事，國祚不絕。元清兄有決斷了？元清亦想要個人富貴，可奈何胸中仍存家國之念。東周，应时正了，城外、境外东楚那邊還沒有動靜。下去吧。
取水滅火！吁！注意，火势太大了，不能太上身。 听见了吗？一群鼠辈，待到秋来，9月8，我花开后，百花盛，冲天香阵透长安。满城尽带黄金甲。紫泉宫殿，锁烟霞。欲去无城，作帝驾。欲兮不远，归日角。尽翻应试，到天涯。欲今腐草无萤火，钟鼓垂杨有木鸦。地下若逢陈后主，其一重问后庭花。这是程昭月的仪表。孤在问，这可是那贼子的仪表？大王明鉴，这是李商隐的诗。程昭月粗鄙不闻，不过是附庸风雅、垂死狂吠而已。大王不必挂怀。其一重问后庭花。这贼子是在骂姑，他是在骂姑，是陈叔宝，在骂姑，是杨广。
相公，九郎軍連夜調兵，未能及時恩賞，全仗着一頓板子立威，才壓住了金星。如今禍亂已平，镇國镇武各都上下皆是有功之臣，事前不賞，犹自情有可原；這事後不賞，这是要激起大亂子的。宣城侯，程昭月謀逆，一夜之間，山岳社在国中60多家分号鋪子，有42家一把火燒了個乾淨，其餘20多家只剩下一片片空房子、空院子，財貨、銀券、錢幣、糧米卻是半分皆無。朝廷興大兵，大王如今連給汴梁朝廷的年貢都湊不出來。以前的貢事是由程昭月的山岳社預先支應，再與戶部和宮中報銷。如今程昭月已死，山岳社變成了個空殼子。這8萬兩匹銀券，你只管與程昭月去要，老夫這裡是分文沒有。胡令公，你是大司马，军中诸将為你所尊，镇國鎮武，各都不過是隨着九郎在羅城外繞了個圈子，刀未沾血，劍未離弦，如此的功勞，當得起一個人10民大錢的賞賜嗎？七郎君，軍中的那些娃娃們都是講理的。張雲這小子年輕，說的不對，有賞無賞，不是看是先是後，無功便不當賞，有功便不當不賞。九郎君，是。那一夜你是带兵的主帅，可否請郎君跟大王和当殿文武說說，平息程昭月之亂？你麾下的那些兒郎，是有功還是無功？是該賞還是不該賞？回胡令公的話，我是余畅子，不會帶兵，只會胡鬧。九郎，我得對胡令公無禮。回禀大王，臣弟頑劣，沒有大司馬的本事，在軍中是打過許多人的板子，卻從未發過賞錢。混賬！這是什麼地方？這是孤的朝堂，不是博弈物理的9四漁場。大司馬在和諸位相公商議國事，不是小孩子過家家。叫你去東南行營，那是為了讓你跟諸位太尉將軍學些安身立命的本事，不是叫你去胡鬧的。軍中最重的便是賞罰，賞罰不明，那是要敗壞國事的。你自少頑劣，人家叫你是余丈子，那是什麼好名聲嗎？孤原以為這麼多年你長進了，能為國家做些事了，如今這麼看來，是孤痴心妄想。罢了，孤每日多少正事要做，沒心思與你置氣。拔去你那衙右通軍事之職，交還兵符。启郎，收了他的兵符。王兄，连你也要抗命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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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有骨气，你硬气，收了他的兵符。程昱大司马，大姑，还有大司马和诸位太尉将军，你既不会带兵，故也不难为你。滚去台州，坐上一任知州，好好体味一番什么叫做世道艰难。臣弟谨奉王教。明日一早便启程出发，沿途不许耽搁，更不许生事滋擾地方。若再讓姑知道你敢胡鬧，斷不輕饒。不必等明日，臣弟現在就回家收拾行囊，連夜動身，不在杭州，挨六哥也。混賬！父母上墙的爛泥！令国，哎呀，令国，这赏赐，末将和弟兄们委实是不敢要了。九郎君乃大王的爱弟，却因此事贬至台州。纵然此时大王盛怒之下，那不及细思啊！日后回想起来，心中难免对末将和兄弟们心存怨恨。那不成了祸事了吗？那夜平叛，九郎入营，真是一个人去的？一个人啊，营中夜禁，不能开门。九郎君是坐着竹篮子上的寨楼，我亲自看见的。连一个随侍也没有？没有。身上带了兵刃器械吗？也没有，他的身上只带了大王的教命帛书和调兵的兵符。令公，这有何不妥？无妨，一个小孩子罢了。该领的赏还是要領，立了功便要受賞，這是天經地義的道理。便是中原天子，也不能亂了這個道理。只是國家事多，國庫空虛，便少要一些。哎8萬兩匹確實多了些。砍掉一半，每個族士也能落袋5、6千錢，也算體面，就不叫大王為難了。令公英明。令公，其實此事上，末將等雖名為有功，只不過是辛苦了一夜，並未經得廝殺，也未曾有斬首。別說是5、6千錢了，哪怕是7、800錢，
那弟兄们都不敢嫌少啊。这是规矩，你不懂。武城那个相公也不懂。大王却不会不懂。大王，药还是要喝的，趁热喝了吧。给我吧。王兄，趁药还温着，赶紧喝了吧。别急了，趁弟在。王兄，王兄，无法，无法。你去吧，去吧。救命！武城，大丞相拜魏武军节度使，知福州市。王兄，这还不明白？萧山大营6000卫兵，一干将从，再加上一位当朝的大司马。一个酒郎，分量够吗？王兄把酒郎贬往台州，是为了安抚军中。一个当朝丞相，一个宗亲王弟，这分量应该是够了。平乱的犒赏，硬是能少发些了。此事太过荒谬。军中无小事。当年吴永都兵亂，根子也在钱上。父王在日，每驱驰士卒，也都是把赏赐摆在头里。如今这天下，便是这样的规矩。不要说咱们东南一隅，便是那坐在汴梁崇元殿里的刘知远也不敢坏了这个规矩。武城，他不是不明白，他是真没钱了。你去与他说，就说姑知道，委屈他了。他是你我兄弟的姑父，自家人，姑知道。他能体谅，不过此番去福州，他却不能闲着，或请或绑，叫他把那个李仁达给姑送到王都来。是。臣弟这就去办。什么事？大王，九郎君来同大王请辞。七哥，九郎君，大王召郎君觐见。进去吧。
不要再让他生气了。放心。臣弟特来向大王辞行。都收拾好了。啊，收拾好了。带了几辆车？多少随扈？只带了1辆车，10名随扈。在家千日好，出外一时难。穷家富路，这1辆车仅够了。再说了，臣弟也没想着要走陆路，出了城，到了博弈坞，便登船了。臣弟是个懒子，也吃不得太大的苦头。坐船？臣弟若是空着身子去台州，那也太对不起6哥当殿闹的这一场了吧？那自然不能白去啊。知道姑为何叫你去台州？知道。这个担子太重，确实委屈你了。臣弟身量小，力气又不足，却总得试一试才知道啊。今日在殿上，你有些莽撞了，知道吗？老令公都90了，想必也不会跟我这个小晚辈计较。有些话6哥不方便说，我却是个余丈子呀，诸事皆不避讳，我想说便能说。开罪军中，那是闹着玩的。都是七哥今日在殿上的那番话不该说。老头子在军中待了一辈子，从阿翁到阿爹，再到6哥，侍奉了咱们家3代人，有什么是他不明白的？他明显啊，装傻充愣，逼着哥哥们去得罪人啊！七哥那番话要是传到军中，那些王八羔子得恨死七哥。不要学军中那些糙话。你是王子，也是王弟，不是囚霸。你是为了救七郎。是啊，我当殿这么一闹，6哥当殿这么一恼，想必七哥那番话就没几个人能记得了。到时候犒赏的差事，6哥还是交给七哥做。一家兄弟嘛，总得有人做好人，也得有人做坏人啊。左右臣弟自幼便是个余丈子。再说了，这1年，坏人也做惯了。还是太冒险了，下次不许了。诺。姑父，大王也是权宜之计。军中都是些粗人，不明白什么大义道理，更不懂得国事艰难。伯父且去福州安置。大王说，李仁达此人在福州经营把持时候太久，需想个法子调回王都来缉你。季郎君，下次莫要再如此莽撞了。姑父何出此言？季郎君还不明白吗？朝堂之上有些话老夫说的，九郎君说的，你却说不得。这是何意？因为大王的长子今年只有5岁，因为当今乱世，无論是中原還是吳越，均力不得右主的。因為5年以來，先是領軍內衙，而後參政相輔，如今更是你前世宗親中唯一的宰相。大王對你寄予厚望。姑父，我斷無此心。糊塗！朝局如此，明眼人都
能看明白。若是大王御体康健，事情尚有余地。可如今大王时少时烦，每夜只睡2个时辰。一旦倒下，你这个前世宗亲之首，若是不能撑起门户，国家将有不忍言之事。朱温、李嗣源死后，诸子正位将京师做了战场，手足相残，人伦崩壞。文臣军将各相依附，朝野上下杀了个人头滚滚，血流成河。大好的江山，最后都便宜了外姓之人。无论你自家认与不认，此时此刻你就是吴越的储君。老夫这個首相可以開罪軍中，九郎可以開罪軍中，你卻不能，因為你是儲君。無論何時都不能失了軍心。這是明擺着的事，大王明白，胡金嗣明白，丞相府一相三參都明白，就連九郎君也明白。所以今日殿上他才站出來鬧上一場，所以大王才必須要將老夫及九郎貶往外郡，給軍中諸將一個交代。因為你是儲君，要保住你，只這麼出去一個年輕的九郎，分量不夠。連九郎在殿上都看明白了，而我卻才如夢方醒。九郎君鬧上這一場，既是為了維護你，更是向大王及朝中公卿軍將一個交代。他肆無忌憚開罪軍中，是想告訴所有人，他無心儲君之位。姑父和九弟一片苦心，千紅宗慚愧無地。老夫出外，相府之內，袁德昭做了5年大參，近衛丞相水到渠成。王都之內，只要宗室不亂，大王亦不生事，一時之間也不會有大亂。眼下台州的爛攤子，才是頭等大事。此去台州，若是沒有把握，便不要冒險。左右還有2個月，不再想其他法子。六哥沒時間了，若是錯過了春耕的節氣，怕是等不到秋收，台州便亂了。誰能像程昭月竟如此劣行？本來還指望着從山岳社挖出一筆福財來。此人縱然心思險詐，悖逆妄為，但做起事來，卻是比王都大多數的公卿臣僚都要用心。用心做事的人倒也不是沒有，恐怕是一直未曾得用罷了。你是說沈吟吧？我就知道瞞不過六哥。說實話，這一遭去台州，若是沒有此人，臣弟心裡也少上幾分底氣。你先去，明日姑便發明詔，讓他去台州。不，明兒發王詔太顯眼了，還是由相府簽發札子為好，否則詔命一出，那裡裡外外所有人都盯着。若是讓台州那邊有了提防，那事情便更不好了。六哥，我是哪說的不對？故事想起阿爹了。阿爹若是還在，看到你如今的樣子，不知道有多歡喜。
麼久啊？等得我都乏了。再忍一忍，半个时辰便上船了。现在能与我说了吧？为何去台州前要先回黄龙岛？还不行。爱说不说，等回到岛上，我看你说不说。公乃王亲国戚，朝堂老臣，备受王恩，当尽忠以報。福州戰火撫息，民生凋敝，百業待興。望治以文，堪以武，教化百姓，撫育地方，使福州生民奉王教，知王恩，安分桑農，興旺一方。罢丞相，拜威武軍節度使，知福州事，主者施行。老臣謹遵王教。这边来住了，岂不是袁小同僚？恭喜大参。我有何喜啊？吴相公出外，大参百相之日，指日可待呀！不是恭喜大参，是恭喜相公。恭喜相公。诸君都是聪明人，我却一直不知。让诸君在此处屈就，以刀比例相待，看来是我誤了诸君呐。当知令使何在？大参有何吩咐？拟一份札子，送这2个聪明人回泽能院待选。诺。是下官失礼，还请大参恕罪啊！不必多礼，下去吧。小人而已，明远何必与他们置气啊？世上的是非都是这等庸人俗吏生出来的。相府乃中书重地，此等人留不得呀。沈吟，来了一个惯会折腾生事的九郎君还不够，如今又来了个败家之贼。哼！神虎子自家便是生事之，在睦州，在宁海，那是恶声远扬的酷吏。是，国家这是不要台州了吗？九郎君这几月来，杀了2个知州，1个县令，参掉了几10个州县官。崔明府，魏司马，久闻明府曾随九郎君南征福州，欧阳宽之事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当时下官亲眼所见，一州之州如此草率行杀，合乎法度吗？九郎君当时行的是军法。军法行的是军法，看看这。原来如此，崔军追随九郎君日久，自是知晓郎君的脾气秉性，喜怒好恶。可有教于我等同僚吗？对。九郎君乃王室贵胄，虽然年輕，做事却不必繁难，亦不肯推卸責任，
通下情，能決斷，否則南征福州，那是两國生死攸關的大戰。大王也不肯将4、5萬大軍的粮秣輜重諸事托付於郎君。唉，苦也苦也，果真是狠角色呀！通下情，这是不肯垂拱而治的。能决断，这是说他敢杀人吗？对知州行军法，这分明是那帮裘拔武夫的乱政之行啊！阿兄，你走太快了，我都跟不上了。阿兄，阿姐都回来了，你怎么还是心事重重的样子呀？哎，阿兄，这次阿姐回来，是不是就是要嫁人了？杭州那边都没下聘礼，你阿姐如何嫁人啊？那这次姐夫回来，是不是就是来给我们下聘礼的？眼下还不能叫姐夫，小夏阿娘说你啊。是了，等真正下定了聘子，那才真的算是姐夫了。这世上哪有自己给自己下聘的道理？阿姐，阿姐，阿兄，三哥，阿佑，你怎么长这么高啦？那是，阿姐有多久没见阿佑了？对了，阿姐，阿娘等了许久了，快去。我先去给阿娘行礼。九郎，三哥，劳累了。哎，没事。带礼物了吗？带了。询问。有我。啊，这些是果子、腐柑，王都冬季的时间水果，也就这些。三哥和岳母久居岛上，给你们拿来尝尝鲜。就这些。哦，你此番不是来下聘的。六郎如此行事，是要羞辱母親嗎？三哥，如今家里日子過得實在是緊，事情又多，私事只能往後拖一拖了。母親吩咐，若你是來下聘的，縱然不合禮數，也請桃花院中續話。若你不是來下聘的，看在兩代人的交情上，允你上島，他卻不便見你了。三哥，我此番來實在是有事相求啊。官人，家中有客來訪。沈兄，如何这身装束？郎君呢？郎君有事体要办，需晚上几日。我先微服过来看看情形。台州上下，如今已是风声鹤唳呀。官人，有客来拜，是判武县闕税地界兼真言田上司公事谢大使。见。听听他说些什么，看看他意欲何为。好，请谢大使偏听叙话，奉茶。诺。子谦，若有礼相送，只管收下便是。翠君追隨九郎君最早。素為郎君信重，謝某有意獨夜郎君，又恐唐突孟浪，還要勞煩崔君引薦一二。
此事，崔某不敢贸然应承大使。待得郎君到了州中，崔某带大使向郎君禀报。至于是否能见，却非崔某所知了。能得崔君在郎君面前一言，已是足感大德。这是上林湖的秘色药，一个瓶子的价钱，便能在临海县买下300亩水田。这还是丰年，若遇上灾荒之年，1000亩也买得来。这东西国有名典，臣恕不得用，只有宫中和宗室用得。使者见曰：一雕罪状。谢某这个大使，便也当到头了。这有什么？谢家是800年的会稽望族，东汉时便做过荆州刺史，举荐的人是写《汉书》的班固。你方才说国有名典，那名典是对这等绵延13朝的豪门世家用的吗？礼崩樂壞，我吳越不是中原。300畝水田，便是300顷，也不過是他謝家一個房頭的產業出息。大王和郎君窮得連宮室內的金帛都恨不得刮下來送去汴梁充作年貢，可他們卻富得流油，一出手便是600畝水田的禮。吳越之地呀，如中原的那般日子，只怕是不遠了。窮到這個地步了，小弟所言絕非虛假。六哥和七哥是實在是沒法子了。本來想着將那山岳社給抄了，拿得一筆橫財，將眼下的關口給應付過去。可誰知道那程昭月一把大火，將總社給燒了，連同各個分號鋪面的賬簿燒的是一乾二淨。倒是留下了一本禮金簿子。從尚書太尉到下面的主簿、都頭，林林總總，記了幾百個朝廷官員的名字和數目。六郎不查嗎？那禮金簿子上第一個名字，就是當朝大司馬胡令公。六哥如何查？再就是那些地方豪門，近幾年的走動來往，金額數目。程昭月一筆一筆記得是清清楚楚，駭人聽聞，不寒而栗。那你此番來，是六郎的意思？不是，六哥太累了。旁人可以站在邊上看他笑話，可我卻不能。我是自己要來的。我想找三哥和岳母，看能不能看在真娘的份上，助小弟一把。程良知道嗎？他沒與你說。我問了很多遍，就是不肯跟我說。他那個傻子，滿肚子的心思都寫在臉上了，以為自己不說，別人就猜不出來。我本來就沒什麼好猜的，既是被外放到台州做知州，那這明擺了，就是為了讓他去填台州先徵後糧捅出來的大窟窿。前些日子為了湊齊年貢，連同府上那些瓶瓶罐罐、丫鬟們、婆子們頭上戴的、身上配的，一股腦全送進宮裡去了。可他又不是什麼神仙，變不出那麼多個金銀兩米，除了求安娘援手，他也想不出什麼別的法子。你的也都送進去了啊？只有我的東西，他一樣沒動。50萬戶糧米，母親不會答應的。三哥，那可是10幾萬人1年的生計指望啊！道理沒錯，可道理又錯了。啊？
你既然是來求母亲相助的，那自然应该先問問母亲的道理是什么。黄龙社行走海上，行的是商贾之事，做的是往来生意。哎呀，三哥，我此番来，不是要岳母和三哥平白的帮我，我不是要啊，我是借呀。年力太多，小弟不敢许。可3分力，小弟这个做知州的，还是能做得了主的。那还是你的道理。你以为说生意买卖，便是循着母亲道理行事了？生意买卖，确實是母親道理，只是要看是什麼生意，要看是何樣買賣。那依三哥所見，岳母大人，她想做的是什麼樣的生意買賣？這小子倒是會想，居然將主意打到老娘頭上來了。阿娘。阿娘，阿娘，你这回要是不帮他，他可能真的要跳海了。跳海也是他自家要跳，又不是老娘逼他跳的。再說他跳了，心疼的也不是我，跟我有什麼關係？阿娘，要說自家人幫自家人啊，這到現在了，定子聘禮都還沒交，便不算是自家人啊。這個忙沒有白幫得到的。他現在沒有錢。要說是生意買賣，咱們黃龍社有黃龍社的規矩，沒有10倍以上的利，這生意也罷，買賣也好，咱們家啊都不幹這個事兒啊。阿娘，台州5個縣，10幾萬的百姓全陷在這個窟窿裡了。阿娘既是有餘力，便不能幫一下嗎？全當行好事兒，為女兒和阿幼積點德行。這就是我要說的第3件事。這些人若說是這個小子的親族故舊，這生意做了也就做了，不賺錢倒也賺些情誼。可如今呢，這10幾萬人，他是吳越王的子民，他們種了地是給吳越王交稅。咱們黃龍島家業再大，要去向這些人施恩，是什麼意思啊？咱們家是要奪錢家的東南基業嗎？九郎是個好孩子，知道心疼窮人，憐憫那些日子過不下去的人，說明這孩子心腸軟，心思正，這些都是好事兒。但是有一條你得想明白了，他雖然姓錢，卻並不是吳越之王。還是說，吳越王的位子，他想爭一爭？他這個性子如何當得了國王？再說了，他也沒有這個心思。阿姐，若姐夫真成了吳越君王，那便不是當真如書上所說，穆侯而冠了。你說誰是猴子呢？不管他是不是有這個心思，不管他是不是這個性子，哪怕他是隻猴子，那又如何？這些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現在杭州城裡那些老家伙，怕是已經明白了，這隻上蹿下跳的猴子，已經有這個資格了。你想不想當吳越國的王後啊？這才是大生意，大買賣。父親，楊大回報，七郎君今日離開了子城，便進了袁大參的府上。看來袁大參拜相的事兒，
大王已经想定了。湖州那边是谁在盯着？是长久。八郎军昨日抓了一个妖人，判了一个妖阳惑众，逐出了湖州。让他不必盯着了，他没资格了。派他去台州，去盯着九郎军吧。诺。